我们都知道啊 ，E 系列是奔驰中举足轻重的。而今天呢，我们要试驾的是奔驰的 E53 AMG。E 级 AMG 只有 E53是双门酷配车型 ，E63只有4门车型，所以很无奈，目标酷配车型的 E 级买家最高只能买到 E53。它在国内的售价呢是97万起。它的直接竞争对手为宝马的540 iM Performance， 还有奥迪的 S6 车型等。它在澳洲的售价是20万澳币。AMG 一直有它独特的魅力，线条流畅又不失精致的细节。中网的奔驰车标上面呢配有一个360度的环景摄像头，然后下面呢配有精致的 AMG 家族标徽，多光速自动转向的智慧头灯，还有一个几何多光色 LED 大灯，在多种路况、天气条件下可以提供优异的照明辅助。前翼子板侧面的 Turbo 4MATIC Plus 徽章更加凸显它的运动气息，20英寸5幅 AMG 轻合金轮圈，动感十足的尾部设计。AMG 的后扰流板和它的尾翼都提供了更好的高速稳定性。标志性的 AMG 和 E53的徽章。倒车时候呢，摄像头会弹出来。后备箱容积是425升。精致细腻的尾灯设计。车灯内细看，你可以发现内部有很多不规则的凹凸设计，打开之后像星空一样闪耀，在增加了亮度的同时，又带来了时尚感。而且它还会眨眼哦。黑色的双边4出排气。装有可控制声浪级别的 AMG 高性能排气系统，给你带来不同凡响的听觉体验。只需按下按钮，就可以借助可调式废气阀门按需改变车辆的声浪。无论是深沉舒适还是动感澎湃，都可以任意调节。这辆153 AMG 采用了3.0升直列6缸汽油发动机，响应速度非常敏捷。0到100加速只要4.4秒，最大马力430匹，峰值扭矩有520牛米。它同时搭载了48伏电力系统，它可以在低转速或者起步阶段驱动电控涡轮，补足了转速不足以及涡轮的迟滞现象，打造高扭矩而无延迟的起步推背感。3腔的空气悬挂可以提供广泛的设置范围，同时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舒适与运动风格。它的悬挂系统可在多种情况下提供强劲的性能，同时满足多样的驾驶需求。同样，它也有无钥匙进入，只要你携带有钥匙，就可以通过触碰车门做到上锁或解锁。后备箱也是感应开启，免接触就可以自动开合。踏板采用了拉丝不锈钢制成，带有白色照明 AMG 字样，低调的黑色座椅。这里呢还有座椅加热、通风。座椅的通风和加热功能都具有平衡调节，你可以选择加热底部还是腰部。AMG 的性能方向盘底部采用扁平设计，以 Napa 和 Alcantara 拼接包裹，带来舒适的抓握感。方向盘除了4项调节，轻重也可以调节，所以不管你是个硬汉还是萌妹子，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转向力度。氛围灯可选64色调节，同时呢也可以调节30秒换一次颜色，可以说是上班约会两不误呀。柏林之声的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，这个系统呢搭载了13个扬声器，前排和后排可以根据需要分别优化调整。前排搭载了无线充电功能以及 NFC 蓝牙快速连接，你可以将手机固定在中央控制台进行无线充电。后排的空间比看起来更大，还有独立的玻璃遥控以及独立的空调温度调节，跟车距离也可以调，还有自动泊车和360度环绕拍摄。同时搭载手机 App 远程控制功能，你可以通过 App 控制上锁、解锁，监控车内温度、行驶速度，以及启动或者关闭发动机。
把这个车开到高速上面以后呢，我首先把座椅调到了非常直、非常竞技的一个状态，这个方向盘也非常的骨感。这个车从外面看起来虽然非常豪华，开到高速上它绝对是有赛车心的。打开，行驶100车道。这个方向盘呢，除了材质特别舒服以外，它的功能也非常齐全，拨片换挡、滚轮操作，特别多的功能键。这个座椅也不是那种特别厚、特别软的，它给你的是那种赛车的感觉。当你把这个座椅调到垂直，把它的侧面包裹收紧了以后，开着这个车在高速上真的是非常运动，没有感觉它是这么大的一个车，而是一个非常灵活，有一种超跑的感觉。传统胎的比例啊，它是要暴躁一些，但是呢，相对于宝马这种车，更清脆一点。对，宝马就是非常浑厚啊，低沉的声音，它这个不一样。这个车弯道什么感觉？好稳啊，4驱嘛，特别有信心。感觉卡钳上面有 AMG 3个字，刹车都更有信心了。这个车，它绝对是开公路比开城市更适合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高速公路它会更平一点。这个车它的轮毂很大，胎壁比较薄，在普通的城市路上开起来，如果小石子儿啊，或者说一些水泥路，它弹跳就会很明显。但是当你开到高速路上以后，路变平了，你就不会有那种弹跳了，感受到全是动力，源源不断的动力，以及你在高速转弯的时候那种支撑性，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。这才是澳大利亚。模拟啊，这边。我的耳朵里面有气压。嗯。是太快了吗？就告诉你，我告诉你那个方法，你捏住鼻子，闭着嘴巴，然后往外吐气。开车小姐姐因为车太快，耳朵失压了。我的耳朵好奇怪呀。从上往下说，上面是发泡材质的 dashboard， 白色的缝线，中间是一个很宽的显示屏和仪表盘，这边是4个出风口，然后是氛围灯，下面是空调设置，这边是影音娱乐，这边是一个带 AMG 标的储物格，里面带有无线充电、NFC 和蓝牙。驾驶模式的切换是通过这个翘板来控制的，通过上下移动就可以改到 Comfort、Sport、Sport Plus。第二个按键这个齿轮呢是变速箱，你切换到自动或者是手动 ，M 是手动 ，D 是自动。第三个按键是避震的调节 ，Sport、Sport Plus， 还有回到 Comfort。第四个按键就是 ESP 的开关 ，Sport 或者开。右排第一个滑钮它控制音量的大小以及中控屏的开关。第二个按键有意思了，它可以控制你排气的声浪，它有 Balance， 还有 Powerful。第3和第4分别是自动启停和你的停车的360度摄像头。我们来调节一下这个车的座椅按摩，打开车辆、座椅、驾驶员或前排乘客，选到按摩功能，它会有高强度、放松按摩、激活、经典和松弛，看你个人需求。
特别有感觉，就是在高速上你进行一段非常有力的加速以后，然后距离差不多缩短了，你必须得刹下来了，然后它在这个地方啪啪啪放炮，是这种节奏感觉非常好，而且感觉仿佛在加速的时候，我和这个车一起屏住了呼吸，在进行一个奋力的追赶，然后追赶的差不多了，哎，松口气，松口气，追赶完了以后松口气，然后后面啪啪啪，可以。我觉得这么一直加速下来，我的耳朵就要废了。下车之后听不见说话了。我们的摄影师刚才耳朵都失压了。坐这个车一定要把座椅调得很直，对，不然你加速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是座椅飘出去了，要滑出去了。对，它这个推背感实在是太强，尤其是在下坡的时候，有一种飞机失重的感觉。真的体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，大家都会认为1级是一个非常注重于舒适的车，但是当它变成153 AMG 以后，完全没有感觉这是一辆1级。其实一天开下来，更多的是刺激。对，就是个动力给你的这个刺激的感觉，真的是太爽了。然后当我想休息一下的时候，啊，它的那套舒适的东西才会过来，哎，安慰我一下，停个车呀，放松一下，按个摩呀。当你回到路上，你又变成了战斗民族。战斗民族。这个车最好玩的是，你调的声浪，在40码也能有140码的感受。啊，甚至比140码还要更响。城里面开这个车，就调到 Sport Plus， 但是堵车，就10米、20米龟速，那个排气管啪啪啪啪啪在一顿响。当你开到高速上，这个发动机高速运转特别顺畅的时候，它反而那个回火声就不会那么频繁啊，很好玩，很搞笑。它也是真的，就是有点搞笑。哎，哇，这个自动刹车，其实我离前面还蛮远的。拿到了珍贵的素材。哎，咱们这种珍贵素材，哪辆 Sport 车没有过呀？你还让我再 Q 一次野马吗？天天的滴滴滴。嘿，哎呦！刚才自动刹车触发的时候，那个感觉就是它刹车自己沉下去了，它帮我踩刹车了。那其实好像不用它踩。我感觉好像不用它踩。这辆153它真的不愧于 BBA 德系3系老大的身份，它集合了舒适、动力以及敏捷的响应于一身。外观上它动感帅气，内饰上舒适优雅，驾驶着它总会给我一种新鲜感。操控方面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无论是 Sport 模式下强劲的动力、澎湃的声浪、毫不迟疑的加速，还是 Comfort 模式下的安静、舒适以及顺滑的换挡，每一种驾驶模式都能够给你卓越的体验，每一处细节都有着极致的表现。这就是 AMG， 这就是奔驰在这个科技时代呈现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